这一支名将光学的32毫米 f2.8 尼康 Z 卡口全画幅自动对焦镜头，或许是我用过最便宜的镜头了，没有之一。800人民币的价格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？今天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使用感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视频一开始，我想先声明一下，这支镜头并非我自费购买，也不是由厂家借出，而是由新西兰奥克兰历史悠久的 Lakeland 器材经销商借出。我可以发表任何观点和言论，所以本期视频并不是广告，我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，大家可以放心观看。我第一次拿到这支镜头的时候，我首先被它的外观还有这个做工所吸引。外观设计有点像徕卡的镜头，复古有特色，独树一格。那无论是搭配 Z5、Z6 和 Z7 系列，或者是这个 ZFC，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。那虽然呢外形小巧，也很轻，但是呢由于整支镜头都使用这个金属材质，拿在手里面呢还是有不错的这个手感的。并没有大部分廉价镜头的塑料感，我个人甚至觉得它的整体感觉比部分的原厂镜头都要好。那可以看到整支镜头并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，只有这个对焦环和不可拆卸的这个可伸缩遮光罩。那虽然它拥有如此特殊的设计，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镜头上面使用27毫米的滤镜，和如今众多的副厂镜头一样，它是自带 USB 接口的，方便固件升级。那不过值得一提就是，这镜头并不支持防尘防水滴设计，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务必注意一下了。实话实说，一开始我知道这支镜头的时候，其实我并不对它有任何的期望的。一支定焦镜头，还只有 f2.8 的最大光圈，让我想起了尼康的28毫米 f2.8 那一支镜头，我个人是比较失望的。但是想到它如此亲民的价格，我觉得一切又合情合理。那再说，摄影的乐趣其实并不在于器材的贵与便宜，而是过程。那经过多次带它出去扫街拍摄后呢，它再次刷新我对国产镜头的一些认知。首先，先说说锐度，搭配尼康的 Z6 二代，它在 f2.8 全开光圈下，中心锐度已经是不错的，边缘锐度比较一般，特别是左下和右下方。那随着光圈一直缩到去 f4， 中心锐度继续保持这个优秀，边缘也有明显的提升。在 f5.6 到 f8 光圈下，无论中心和边缘锐度都达到最优的水平。对于我来说，无论它在哪一档光圈，我觉得它都足以满足爱好者日常扫街、记录生活等大部分的使用场景了。指边摄像控制方面，我觉得它整体控制的不错，除非放大认真观看，才会发现在焦外有一点点的指边问题，那否则基本上都难以看到指边问题的存在。对于日常拍摄，我会完全忽略这个问题。在看炫光方面，应该是这支镜头最大的短板了。那只要在拍摄的时候稍微的对着强光拍摄，就会看到以下的圣光出现。那它的表现呢，估计是我见过近年推出的现代镜头中最离谱的。那但是呢，这到底是特点还是缺点呢？就是见仁见智了。那毕竟这种缺点只要好好的利用，那在某些时候也会让照片变得比较有趣、与众不同。说到缺点，我个人觉得 0.5 米的最近对焦距离或许才是它真正的缺点。这样子的距离注定它无法拍摄一些实物的特写，或者在扫街的时候靠近拍一些有意思的物件。那它的背景虚化如何呢？我个人觉得是中规中矩的。那毕竟呢只有 f2.8 的光圈，但是总体表现尚可，它的光斑还是比较圆的。那在暗角问题方面，我觉得只有在 f2.8 下呢才会有轻微的暗角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之前的测评视频也多次说过，只要不是十分严重的暗角，我都觉得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畸变控制方面，我觉得它做的是不错的，搭配鸡肋的矫正，更是可以忽略这个问题。这支镜头最大的特色或许是配有自动对焦功能。那在名将之前推出的大部分镜头呢，都是手动对焦。
我这次推出的这个镜头呢，是搭配了 STM 的步进马达的，也代表了他们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了。那我知道啊，在早期的测评中呢，有不少人都说它的对焦速度呢并不快，但是最近的固件更新之后呢，它的对焦速度呢，是有明显的提升的，我觉得呢是可用的。那无论是这个单点对焦的切换，还是 AFC 的人眼识别，我觉得它都是可用的水平。那虽然呢不能和尼康的原厂 S9 镜头来相对比呢，但是如果用它来拍摄一些摆拍人像或者静物，它绝对可以胜任的。那如果是高速的这个运动物体呢，它的对焦速度呢或许的确无法跟上。那不过呢，这一点也和机身有一定的关系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当它在视频的模式下呢，它的对焦速度就会有明显的下降。我个人觉得达到了一种几乎不可用的状态了。那还有一点，它的对焦声音呢也是比较小的。那需要这个靠近的时候呢，才会听到对焦马达的声音。虽然我觉得并不会有什么人拿它来拍摄视频，但是呢，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呼吸效应控制呢还是不错的，算是比较优秀的。总结，32毫米的定焦镜头其实算是比较特殊的焦段了，比28毫米更窄，却比35毫米更宽。用比较高情商的说法，拥有一支镜头，我们或许可以用出2支定焦镜头的感觉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那对于摄影新手、学生党和业余爱好者来说，800元的镜头真的是可以让我们以更低的成本去接触摄影，进入摄影这个奇妙的世界。一直以来，我看到不少留言都希望尼康可以推出更廉价的 Sekako 镜头，去满足一部分预算不足的朋友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在过去，我经常都会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去评论一支镜头，看看它是否适合拿来干活，却忽略了其实大部分观看视频的朋友都只是爱好者，有不少的镜头或者只需要颜值好、轻便、画质还 OK 就可以成为不少朋友的心头好，包容其余的缺点。那我个人认为，这支名将光学的32毫米 f2.8 或许就可以成为不少初学者第一支 Sekako 的定焦镜头。那如果你们可以接受以上我所提到的缺点，那相比起尼康的原厂28毫米 f2.8，我个人是更推荐这支镜头的，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，而且这支镜头仅需800元，的确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那再加上它的颜值，作为日常的挂机镜头也并非不可。最后，希望大家可以多看多拍，带着相机出门去发掘这世界美好的一面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赞、投币、评论，还有分享出去。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